我们讲一下从这个美国主导的环太军演看亚太军事格局。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这个美国主导的环太军演呢，是一个冷战的产物，因为它起始于1971年。当时呢，美国主要是为了从太平洋方向呢，就是封锁当时的苏联和中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搞军事演习。但是在冷战结束以后，这个美国发现呢，它在这个区域没有了对手啊，因为冷战结束了嘛，这个苏联特别是解体以后啊，他就觉得没有什么事儿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军事演习呢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从这个2012年呢开始邀请俄罗斯参加这个军事演习，然后呢到了2014年开始邀请中国参加演习，到了2016年呢，也就是中国最后一次参加这个演习。那么在这个演习过程中呢，它主要是拉着相关的国家啊，就是在俄罗斯啊，还有就是中国参加以后呢，主要是要共同的维护海上的通道安全。当时嘛，因为它还有一些就是反恐的这种需求。那到了2016年以后，明显的就是美国的对俄罗斯啊和对华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啊，就是还是还原到冷战思维，还是搞大国对抗啊。那这样一来呢，他就把俄罗斯和中国呢作为在太平洋方向的或者他印太方向的呢主要的对手、潜在的敌人，而不是一个合作的伙伴了。那这样一来呢，他的这种演习呢，就是对抗性更强。那么由于疫情的影响啊，这个2020年的军演呢，规模并不是特别大，但是这个2022年，它现在又恢复了啊这样的军演。第一呢，它的时间很长啊，就是从本月底一直到8月4号，所以时间很长。第二呢，它演习的区域呢在夏威夷附近。这次呢，美国是邀请了26个国家啊来参加这样的演习。参加的舰艇呢有38艘，飞机呢170多架，还有这个4艘潜艇啊。一看这个国家很多。参演的这个军舰、战机还有潜艇也很多，而且它这个在相关区域里边演习的科目呢，既有防空、反导、反潜、反舰啊，就是这个火炮啊、导弹呐这种打击靶标，还有呢就是反海盗。还有就是扫雷啊，就可以说是一应俱全，这个科目比较多。这个美国呢，现在是要体现啊，就是它的主导，但是呢，它这次的环太军演呢，有这么几个特点啊，就是把很多的域外国家拉过来，特别是北约国家。你看这个在这次的演习中有奥库斯的啊。它这样一个集团，奥库斯实际上大家也很清楚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那澳大利亚和英国实际上啊。属于这个太平洋地区都离得很远，那么他要把这个拉过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搞这个美日印澳这个四方的啊这个机制，他也要给拉进来，所以把印度也要给拉进来。那么他拉这么多的国家啊，很多比如说法国呀，都属于北约的国家，拉过来就是要让北约的军事势力参与到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里边来。你看，这显然是。搞画小圈子，显然是搞军事对抗，这是一个特点。那么再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既然要搞很多的这种演习啊，我们看到了从反海盗到这种防空反导，它是把参演的国家分成了3、6、9等的啊。你比如说像一些发达国家。或者是这个美国的军事同盟国关系比较密切的啊，比如说日本呐、韩国呀，他们可能就参加防空反导的演习、反潜的演习。但是呢，你比如说东南亚的这些国家，他呢可能就不让他们参加相关的这些演习，你就参加一些反海盗啊，还有扫雷呀这些比较简单科目的演习。所以呢，他是把参加国分成了3、6、9等的。再有一个呢，原来他想邀请台湾地区来参加这样的演习，那后来他考虑到这个结局可能很难堪，因为如果看到台湾参加，人家考虑到啊，就是和中国大陆的关系，考虑到一个中国这个原则的话，人家可能就是如果台湾参加，人家可能就不参加了。你可能邀请了一个台湾地区参加，人家可能要退出这样的演习了，那得不偿失。所以呢，还有一个也要考虑到啊，就是他和中国的这个关系啊。
那这样的话呢，也没有邀请台湾地区来参加，所以通过就是美国这次的环太军演，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是要通过这样的军演拉小圈子，排队，还有呢就是搞冷战思维，搞这种大国的对抗。所以通过它的这个环太军演，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未来的时候就是这个美国还是要在这个区域里边继续推行它的所谓的印太战略，还是要搞大国对抗。所以对此呢，我们必须做好相关的这种军事上的准备工作，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